灭傀儡人乘消灭傀儡人乘1。可恶！这次的胡萝卜补充的体力只维持了20分钟，马上又要耗空了。打开背包，胡萝卜已经空了。距任务完成倒计时4小时。只剩下古妖姬大豆了，但是大豆能恢复的体力值在这样的傀儡巢里根本不够看。用白化玉米的话呢，说不定能30秒内都杀光。不行，一旦暴走结束还没有杀光这里的傀儡人，这些玩意儿有副作用。顶着暴走后的虚弱，我生存下来的概率太低了。算了，蚊子再小也是肉。虽然有点浪费，但是没办法了。没有了古妖姬胡萝卜的治愈能力，持续流血和体能的急速下降，会要了我的命。要用更高级的食物来恢复体力才行。解除隐身状态。距任务完成倒计时3小时。傀儡人1000-1000。收回背包。任务目标：傀儡人1000-1000，换水晶石1-1。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现在进入奖励清算，获得积分奖励200万，获得武器升级券乘1，获得 Level 4级作物种子乘100。警告：宿主的体力即将耗空。警告！警告！警告！怎么会？居然被毁坏了一角！发要能上岸的士兵，去查，到底是什么人破坏了我的阵法？找出那个破坏者，杀了他！收到新的支线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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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接受？新的支线任务，这么快就触发了？所幸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是背包里的食物快要消耗完了。啊，武器升级券，昏迷期好像发放了支线任务奖励来着。升级券，赋予唐衡。宝刀唐衡升级至 Level 2，新增技能剑气，短时间内造成大量伤害，附带持续流血效果。剑气。丁，收到新的支线任务，是否接受？这任务催促的好急啊！接受。目标任务：消灭印甲军团。任务开始，倒计时4分59秒。怎么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地面的震颤感从沿海那块传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数量可真不少。破坏阵法者，找到了，只有一个人类却能破坏阵法，才把我布置在这个城市的傀儡军杀光。除了人王，居然还有其他人类有这样的实力。明明傀儡们传达给我的信息里，人类的进化程度远远低于海族，是个被吞并的垃圾族群。不可饶恕，我绝不能容忍这些脆弱的人类凌驾在我海族的头上。要不是这禁锢住我族的海水，还有陆地上那该死的压强，真想和对面来上一场酣畅的厮杀呀！毕竟我和我的大将们都渴望鲜血和战斗太久。
强的族群才配延续下去。陆地上那些弱小的蝼蚁也配霸占我族的资源。本来以为只要杀掉人王就能称霸陆地，还觉得有些无趣。没想到人族里除了人王，还有其他的激起我战斗欲望的家伙。让我看看这个家伙的实力能否给我带来极致的战斗体验。在找到人王前，先来场热身运动吧。就是这个小东西嘛，破坏了我换水晶石的人类。但愿能好好陪我玩一场，要是随便就死了，我会非常失望啊！哼，在自言自语个什么劲儿？喂，那个躲在螃蟹身后的家伙，我炸了那堆破石头，让你这么生气吗？派这么多海鲜来对付我？好强的感知力，居然能识破身为操控者的我。你怎么会说我们海族的语言？海族语是什么难学的语言吗？真不好意思，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很轻松就学会了。但是人类光是语言都有几十种，你大概一种都学不会吧？当初因为小黑的语言系统进化的还不够完善，看到商城里有翻译器就买了一个，这下派上用场了。吓吓他，让他有所忌惮。装逼的快乐我懂了。简单轻松，竟敢小瞧我族！我族才不屑于学习低等种族的语言。海族只信奉绝对的力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那些铁皮的小玩意儿只是雕虫小技而已。既然你们这么强，为什么没有一举攻下陆地呢？是因为不想吗？你们没法大规模上岸吧？区人类，废话还真多呀！走了，小黑，叫上大家干活了。不自量力！不对，什么？居然躲过了超速重拳！这是知道自己目标太大容易被针对，先藏进兽群里，用小兵消耗微波，有点小聪明，但不多。缠住他！虽然改变重力抵挡了大部分的冲击，但被赋予了神将型兽王能力的反祖星，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还有那么多小喽啰碍手碍脚，但愿要是连我的手下都打不过，我也就不必动手了。一起上！啊！什么嘛，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我们也要忍！大家上！大锅，你没事吧？来得正好。感应到你的信号，我们就赶来啦。啊，大哥，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好多血！臭螃蟹，要把你们做成香辣蟹！好了好了，别冲动，我没啥事儿。真的？已经愈合了。胡萝卜的效果你是知道的。这么危险的事儿，真不该把韩寒牵扯进来。我真是个没用的哥哥。大哥，大哥，不管你在做多危险的事，韩寒都希望能和大锅一起面对。韩寒才不是大锅的拖累，他总有一天要长大的。好，果妖姬食物带来了吗？带了。做得好。你看看，最中间那个最大的怪物身上，是不是附着了和你意识连通过的那个怪物的能力？好熟悉的脑电波，是
寻找的人王找到了。强的恶意，是他！原来是人王的手下，怪不得这么强。人王手下，他在说什么？我也没懂。击败你们，就没有人能阻止我的换水阵法了，我就能称霸陆地。果然如此，那个阵法，我没猜错的话，是用来召唤地下水淹没城市的吧？这样你们海族才能大规模上岸，然后一步一步蚕食陆地。少废话！我要让碍事的人统统消失！好快，速度比之前快了太多。不好，他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涵涵，我完全不能吸引他的注意。难道涵涵就是他口中的人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难不成他是觉得只要杀掉人类的王，他就能统治人类吗？这太离谱了，但以动物的族群思维来说，又很合理。不管怎样，他休想得逞。讨厌啊，怎么都甩不掉！大姑，来密集的建筑群。知道了，你一定要小心。杂鱼清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小黑的伤势还有3只，我的体力怕是撑不住了。小黑的状态也很差，怎么办？李老板那边也是自顾不暇。小黑，小黑太好了！小黑，怎么回事？小黑，怎么了？不是很嚣张吗？别只顾着躲，迎战呐！我要和你面对面决斗！你终于决定应战，这才对嘛！我要把你砸成肉泥！什么？大姑，快！我要坚持不住了！狡猾的人类，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我完全没有感应到你的气息呀？你在说什么傻话？打架当然要动脑子。哼！成功了。涵涵真棒，操控这么大的生物很辛苦吧？太难了，短短的几秒大脑控制，几乎就让精神力耗尽了。来，吃了这个补充体力。幸好他的脑结构很小，很简单，还算好控制。不然以他的敌意，我恐怕是入进不进去的。这不可能！以我的感知力，怎么可能被你偷袭？我不相信！确实，你的感知力很强，但是，你和我方才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时候，就是五感最弱的时候。你会把精神力都集中在抢夺身体控制权上，在阻断神将兽王的控制技能同时，只要躲在密集的建筑群里，在你的视觉死角攻击你，就容易得手的多了。该死！可恶的人类卑鄙狡诈！怎么能说我卑鄙呢？虽然你的战术笨笨的，但前面你不是也有用小兵消耗我的想法吗？都是战术，别这么双标嘛。啊，没动静了，不会是被气得嘎了吧？支线任务：消灭破甲军团完成。大姑，他气死了！别乱说，是致命伤的缘故。丁，任务奖励已发放，深水水费 Level 1。
潜水的装备吗？为什么系统奖励会给这种东西？小李老板，快帮帮小黑！南叔，小黑这是？我也不知道。小黑在受重伤后还喷了一波狼息，之后就这样了。哎呀！小黑，别担心，小黑只是进入休眠状态了。但为什么会从那样变成这样？你说小黑是吐完一波狼息后变成这样的？没错。那一波狼息规模如何？规模比之前的都要大。我猜，大概是体力耗尽变回兽人形态了。毕竟保持兽王形态需要消耗一定的体力值。喂根胡萝卜就好了。任务完成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啊，那我就放心了。这样的羞辱，不能再忍受了。哇，首领，你还不能到水面上去！首领，首领三思啊，还需要您的带领。团水阵法一破，我们还会有新的办法登陆的。不，如果现阶段的我也不能战胜人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还不够强大。人类的进化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既然这样，我们也要追随首领一起。海族的战士永远不会屈服，杀死人王，只能路。不，你们待在深渊，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只要这深海还在，我们的族人终会孕育进化出更强大的存在。终有一天，醒来，醒来，加塔诺多亚。主人，召唤我，有何吩咐？我需要能独立击败敌人的力量，有你在我才是完整的。我知道了，主人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我要和主人一起杀掉给予我们耻辱之人。不行！难得涵涵会这么严肃地反驳我，怎么了？能赚到更多积分难道不好吗？以这样的进化速度发展下去，再不抓紧升级农场会很危险。但是这个任务的条件太可疑了，虽然看不见你说的任务栏，但是限玩家完成，这条怎么感觉都像是陷阱啊，太危险了。是啊。奇怪吗？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大哥，你别忘了，你的饱食度已经很高了，一旦再受伤，胡萝卜的再生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真到那时候你就危险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是吗？这个任务我们先放弃吧，只是一次任务的积分奖励，我们损失得起。我计算过农场的产出，10天内就可以补上没做的任务积分了。再用上这2次任务的积分奖励兑换的生长药水，农场一定能赶在下一个毁灭季升级的。啊，还有，涵涵，大哥相信你开启智脑进化后的计算能力，但这不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什么？你不了解，在我前面完成了2个任务后，我总感觉……没什么，大概是我多心了。毕竟没有证据，我不想引发无端的猜测。啥？哎呀，大国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前面的任务我没参与，现在超想知道啊。好吧，不过这只是我的直觉。我总觉得，自从我开启支线任务后，我就像已经置身任务的一环了。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像 NPC 一样吗？ NPC 那是啥？可以这么理解，就像走剧情一样，一旦触发，只有完成任务和停滞不前2种选择。而这个系统既然称为末世游戏，而我作为玩家，如果没有按照已经开启的剧情走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比如，不再触发新的任务，然后大家积分道具不足都死掉。
又或者农场的产出到了一定的量级后收益变低，结局还是死掉，就像设定好的游戏程序一样。没错，所以这次我非去不可。之前的经历就像在新手村，系统没有多少存在感，而现在的系统会主动发布任务，这才是真正开始过剧情升级了。接受。但是没用的，已经进行到这儿了，我没有理由拒绝。来了。南叔，带上小辉和涵涵撤去高地等我。好。大哥，一定要顺利呀！涵涵，走。拜托了。在那里。真庞大，不愧是海兽，在海水的承托下，能长到陆地地兽王难以企及的大小。你来了，刚刚那一任的羞辱，我们来清算一下。海族的王就是你吧？鱼尾人身的家伙，和涵涵形容的一样。而且，这股汹涌的杀气，不是一般的进化兽能达到的。你的感知力不错，我是王。关键信息怎么看不见？那八爪鱼的资料呢？能看到了，排除系统的问题。难道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又或者说遇到进化程度比我高的进化兽，我的真实之眼就会受限吗？第一次遇到真实之眼都不能看破的兽王，果然出了新手村就没那么容易了。之前我认为你们的王是那个女孩，但交手后我发现我错了，她的气和你的比起来小多了。气？那是什么？是只有兽王能看到的东西吗？还是要进化到更高等级才能看见呢？你才是人族的王。我管你什么王不王的，我只知道，想对我妹妹不利的，都得死。口气不小。好险，偷袭啊！不讲武德。体型、速度、力量，还有再生能力，真是难缠的对手。虽然软体类的再生能力很棘手，但是你之前派了那么多虾兵蟹将来打群架，怎么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上岸了？难道是其他的海兽都怕到不敢与我们对抗了吗？总之，气势不能输。他们给我的感觉，脑子不太好使，还不经激，大概是优先发育肌肉了，没有多的养分来净化大脑，先套到信息。这家伙说不定能透露点什么。海族信奉绝对的力量，这是王与王之间的对决，怎么能被其他海兽影响？让我也重温一下1对1的酣畅战斗吧，直至一方死亡，才能平息我的怒火。既然是对决，不要再废话了，这里的气压真让我不舒服，快点回击，我的耐心快要耗尽了。气压，我果然没猜错。生活在深海的种族对海面的压强不能适应，可恶！就这么点信息，还是猜到过的，已经套不出更有用的信息了。要来了！触手有毒，吸盘上都是密集的倒刺，一旦被抓住，不少一怪币根本挣脱不出来。先躲进水里，在他的视线死角吃了胡萝卜解毒。大意了，
忘记章鱼厉害的不仅是用缠绕窒息杀死猎物，还有一种从章鱼唾液腺和唾液中分泌的章鱼毒素，既然是海苏首领的坐骑，进化程度不容小觑。这一点点的毒素足以毒翻一头大象，幸好有古妖级的胡萝卜解毒，不然一不注意就死定了。同样的招数，你还想用2次吗？是这里，他就在这里面。啊，动不了了！别回头，否则下一秒我攻击的就是你的大脑了。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别杀我，我没有恶意。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叫丁路，你是恩人的妹妹吧？我不会反抗的，你可以把我绑起来。恩人，他认识大哥。确实，这个人没有散发恶意。继续。另一个问题是我现在不能回答，我是来见恩人的。见到恩人后，我自然会回答你的第2个问题。死吧！食用白化玉米。镇定！怎么可能？这样的剧毒，怎么还有力气挣脱束缚？既然知道了你的触须带毒，你当然会做好预防。把重力掌握的范围控制在身体四周，形成一个薄薄的真空层，这样只需要消耗最少的精神力，就能护住全身，让触手刺不进肉体里。而在我被触手缠住时，就决定了接下来的策略。白化玉米就是趁那个空隙取出的，但是使用白化玉米的弊端也很明显，体力掉得太快了，而且强化效果倒计时25秒。时间不多了，不能浪费体力和大章鱼纠缠，接下来就只能放手一搏了。什么？直捣活龙吧！白花玉米强化效果倒计时19秒。幻影，难不成你以为我只有操控海兽的能力，自身并没有攻击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统治下的海兽，他们的能力我也会。你杀死了一个分身，我还能制造出无数个分身来。我的真身，你是绝对找不到的。喂，就这么直接告诉我你的能力，真的好吗？在你掉入我陷阱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这个技能的威力在你近身之后，可是能被扩大数10倍哟！你就乖乖被我歌声制造的幻象击溃吧！怎么样，在痛苦的幻象中死去的滋味？白化玉米强化效果倒计时7秒。白化玉米强化效果倒计时4秒。骗你的，不要轻易放松警惕啊！这招确实难解，换个人大概就掉入陷阱了。但很可惜，我的能力非常克你，真是不好意思了。时间不多了。主人，我要杀了你，杀了你！白化玉米强化效果倒计时2秒。白化玉米强化效果倒计时1秒。虚弱状态解除。
快走，快！狗崽子们，动作快点！你们要记住，是谁给了你们这个能继续活下去的机会？你们的贱命根本不值1分钱。如果不来参加药物实验，可能明天就会因为饥饿和寒冷死掉。要心怀感恩啊，混蛋们！走快点，贱骨头们！吵死了！白先生，实验的进度还顺利吗？非常不顺利。总公司使用的基因药物实验都还没有成功，却派我来这种鬼地方，用辐射毒素搞进化者，这几率太低了，恐怕连1/1000都没有。反正这些贱民的命也没有人在乎。这样吧，今天挑几10号人，把给他们住宿的毒素药剂换成普通葡萄糖，然后给他们粮食和水，让他们活着出去帮我们宣传一下。否则以这几乎100%的死亡率，待不了几天就不会再有人主动跑来做所谓的药物实验了。是。救命！别慌，这是我的士兵在处决试图偷盗我们粮食的小偷。去告诉你的手下，如果实验体产生了恶性变异，不要开枪，用刀解决。别吓坏了我们这些消耗品。是。这些恶性变异者真是难以控制。这个镇的人已经有过半的幸存者参与了实验，但还是没有成功进化的人。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还得在这个鬼地方熬多久。下蛋人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发生什么了？喂，都别乱跑！神迹！梵天，伟大的梵天呐！神迹！伟大的梵天呐！白老，您站远些，其中一位进化者的能力十分危险。无妨，一把老骨头了。我要亲自看看属于我们保护伞公司的伟大财产。这是何等的盛况啊！一次性进化了2名进化者，恭喜白老，这下保守派的另外2家对您的决策应该不敢有异议了。那是自然，戴头盔的就是那位2阶进化者，唤醒他。2阶和1阶的能力完全不同，我们不敢让他轻易醒过来。每隔10分钟，休眠舱就会为他注射10倍剂量的麻醉剂，让他一直陷入沉睡。1阶的进化者倒是处在清醒状态，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断肢再生。那场战斗破坏了他的整个右臂，万幸的是，他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以及2阶进化者因为刚进化，能力不稳定而昏迷了过去，嘎加尔才能逃过一劫，不然我们就要损失一个重要财产了。那场战斗，我们为了活捉他，出动了几10名士兵。大多数还未走到他身边，就感觉头痛欲裂，还有人在接触到他的身体之后当场昏厥，最严重的2人已经被证实脑死亡。真是了不起的能力，带下去，复制他们的基因。只有组建一支进化人军队，我们才能掌握这个世界。谁呀？这是大哥，你的大章鱼回来
云烧。别着急，一会儿再吃。这又是个什么情况？看过了吗？验了 ，OK。总之，先让他说说吧。我大哥也来了，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我是来投奔恩人的，拜托了，在我的观察下，你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要能留下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等等，我没太明白，信息量有点多，你慢慢说。所以你是之前邪教案里被我救了的那个女孩的弟弟？你家被报复灭门后，你没有死掉，反而活了过来，还拥有了现在的能力。总体来说，是的。我明明记得昏过去之前自己被捅了几刀，那么大的出血量，我不可能活着的。但我身体上却没有伤口，之前受伤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可以捕捉到一些奇怪的气息，跟着这个气息，我找到了你，也看到了你安葬了我姐姐的尸体。谢谢你。你姐姐的事，我很抱歉，她不应该受到那样的侮辱。那个气息又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个气息在我身上有，另一个就是你们农场里了。我想，我们是同类。进化者的气息吗？海妖也说过这样的话，有意思，而且还是个自然进化的进化者，这样的能力确实会是个不错的队友。让我看看你的能力。神将型人类进化者丁路，15岁，神将能力变色龙，石化皮肤，怒血。变色龙拥有和变色龙一样的伪装力量，可以轻松地将自己以及皮肤附着物融入周身环境。石化皮肤可以将皮肤结构进行石化，当皮肤石化时，可以提高3倍防御力。怒血血液沸腾，30秒内提升力量、速度数据2倍。但怒血状态结束后，会陷入180秒全数据乘0.3的 debuff 状态。居然是神将型的进化者，还以为只是个基数最多的返祖型，居然能自然进化出神将型，还是个孩子，真是了不起。你会做饭吗？会，我家一直都是我煮饭。养牛羊呢？会一些。种地？干过。我还会洗衣服、做家务，收拾屋子也还算在行，还有家电维修，因为我喜欢拆东。打住！我这里每天工作8小时，没有工资，包吃住，经常会有生命危险，你还要跟来吗？我现在的身体就像一个怪物，大概哪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吧。能和同类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孤零零的死掉要好。而且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恩人为我家人复仇的恩情，所以不管是多危险的工作我都能做，拜托。同类吗？你被录用了。还有，不要叫我恩人，叫我李老板吧。是，老板。现在做一份章鱼烧吧，算是入职测试了。是。苗长官，我有了重大发现，我找到了基因复制的秘诀。什么？我一直认为基因药物无法和普通人进行融合匹配，是因为普通人体质太弱，所以我一直把精力放在研究中和剂上。但我今天发现，其实比中和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超级人类主体的基因 HLB 分型和实验体不匹配。HLB 分型？对，这是一个由一系列紧密连锁的基因座位所组成的具有高度多态性的复合体。血型不同，它在每个人的体内都是随机搭配的，可能有几万种排列顺序。南教授，你冷静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捐献骨髓这项手术就需要让捐献者和被捐献者的 HLB 分型达成一致，可能几千人、上万人之中才会出现2个相同的搭配。只有完全相同的2个人，这个匹配率非常的低。还有相同 HLB 分型才能进行相互植入，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但只要基因药物主体的 HLB 分型和被注射者的排列顺序相同的话，这个排异反应会大幅度减小。中和剂的作用就是中和这个排异反应，除非我们制造出效果更强的中和剂，否则这些基因药物还是会让人体崩溃。但我有充分的信心。好了，我听明白了，南教授。这些专业相关的内容，你之后再提交详细的报告就好了。所以你的重点是？简而言之就是我复制出了进化者。啥？这么重要的事，怎么最后才说？这件事也很重要啊。教授，你正经点吧。现在我的团队正在对他进行身体检测。服了你了。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以鱼源2位的基因制造出的药物，只能让和他们 HLB 排列顺序相同的人类成为进化者，其他的一概不行。南教授，别废话了，走啊！哎呦喂，轻点儿，我这把老骨头要被你拽散架喽！奇怪，人都去哪儿了？也不开灯啊！等下，不对劲，怎么会有血腥味儿？实验过程中有出血，很正常啦。教授，这不是你的错。不，与其说是自责，不如定义为害怕更加合适。我计算过进化者的不可控因素，我本来以为我做好了预期。但是亲眼见到后，我还是对这种力量产生了恐惧。巡城队在距离指挥所12公里外的一条野狗肚子里，找到了植入在进化者体内的定位芯片。他连自己的肉和芯片一起挖了出来。既然知道销毁定位器，说明他的理智依然清醒。他没有失控，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他背叛了我们。现在情况如何？不太乐观。我派出了6支小队去追捕他，但他的体能惊人，还抢了武器。现在已经有2支小队和我失联了。于副指挥带着剩余小队，还在追查那人的下落。一定要抓捕回来。他的能力虽然不能为我们所用了，但作为试验品还是有价值的。他是于副指挥进化基因的复制品，理论上来说，遇上于副他比较劣势。就是拆掉定位器后，要找出他需要一些时间。小袁，你也一起行动，尽早把他抓回来。是。一连吃了几天炖肉烤牛排，吃腻了都。小路子，去捞点螃蟹鱼虾，今晚我们吃海鲜。小路子，好的，老板。去别的地方捞去，别把我这里的鱼都惊跑了。是。这小子笨得挺可爱的。自从完成那条支线任务后，就没有再触发其他支线了。拿到支线任务的奖励后，种地的积分着实有些不够看了。真是，不知不觉开始贪心起来了。哦，来了，收获不错呀！钓鱼真好玩，简直是末世版的开盲盒游戏。果然，男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觉醒钓鱼血脉嘛。这样的生活很舒服啊，但久了还是……好无聊啊！这种生活才是最美好的。你小屁孩懂什么？嘴硬是没用的哦，大哥。我直接读了你的脑电波。忘记这茬了。出啥事了？你现在的电波很紧张。我布置在南城境内的巡游监控守卫，拍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我出去一趟，你们在家守好。好，有情况再叫我。大哥的电波活跃起来了呢。
那是古印国的进化者，中间那个进化者应该是炎黄人。喂，甘地，没想到炎黄的进化者这么弱呀！我还没玩够呢，他就不行了。行了，嘎加尔，我们毕竟有2个人。这么死板干嘛？公司难得让我们出来放松下筋骨，别扫兴啊！被感知到了吗？走吧，别弄死了，我们还要带回去交差呢。真没劲，和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家伙一起，真麻烦。走了。蜂鸟10号，跟上他们。白先生，那些低级的生物怎么可能容纳我高贵的基因？您无需浪费资源复制我的基因了，有我在，我会帮您做到任何您想做的事。嘎加尔，在炎黄的感觉好吗？当然，这是我一生中待过最美妙的地方，美酒、美食、豪华的住房、美丽的女人，别人的尊敬和畏惧，比我的国家好太多了。你喜欢就好。甘地呢？估计还和那个女人待在一起呢，真是个古怪的家伙。有无数的财富和资源，不是什么女人随便挑吗？他还是只和同一个女人腻在一起，真是难以理解。是吗？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回事？救我！你是？刚刚那若有若无的气息一直是你？你一直在观察我吗？既然被你察觉到了，那我们就好好面对面谈谈吧。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放了他！在这么近的距离下释放气能，小心连他的脑子一起炸掉。还有，到底是你的速度快，还是我的速度快？你可以试试。你要我做什么？你们是谁？我这是在哪儿？救命！救命！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我要回家！你们？他的状态不像是我之前认为的那样，难道是我判断错了？阿丽亚，别怕，我马上来救你。要我怎么做？那个炎黄军人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不，我没有判断错，这个女人依然可以成为筹码。你别伤害她，我都答应你。阿丽亚，我的太阳，我的生命之火，是我这样肮脏的虫子，本来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阳光，好不容易才得到你。只是这个筹码是单向的，不过只要能控制住这个男人，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微型炸弹，它的威力能在瞬间把佩戴者化为灰烬。只要你帮我，我就会解除炸弹。只要你说到做到，我就配合你。要是食言，我不介意和他一起死，也会炸掉你的脑子。我不想节外生枝，我得到我想要的就好。还有，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喂，就这么大拉拉的走在里面合适吗？甘地大人，你身后的是谁？公司里没有这号人。他是公司的人。是的，是公司的人。走吧。这人的实力比韩寒强，当时没有贸然的直接和他动手，真是选对了。到了，我叫他进化人工厂，在你们炎黄语里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的吧？今日的细胞迭代已结束，开仓。田宇航，非常棒，这批由你的本源制造的进化人数量翻了一番，白老板非常高兴。毕竟同为炎黄人，基因匹配的概率当然比那2个外族人高多了。想要大批复制，多从古印国进些原材料才是正经的。你去哪儿？这还用问？你不是说白老板很高兴吗？我得找他领赏去啊。可是数据还……别废话，
我来帮你们为的就是能过快活日子，该干的活我已经干完了。要是还唧唧歪歪惹老子不痛快，我立马捏死你！哥，接下来该轮到那2个黑鬼了，走了。不就是个1阶进化者吗？狂什么？被主的东西迟早要被抛弃。被主是指炎黄军方吗？那个炎黄人是什么来历？据说是你们军方的实验室逃出来的。逃出来，然后进了公司？他杀了一整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军方正在通缉他，不逃，等着被抓吗？一个不留。一个不留。看来军方也成功批量复制进化者了，只是我担心的果然还是发生了。另外，他是怎么进公司的？你不是看到了吗？那时候也被他察觉了吗？哼，果然是你。被炸了，果然智脑性不好对付。你在想我怎么猜到的吧？是你的微表情出卖了你。这么说来，这个世界上进化者的阵营只会越来越多，而进化者的那种感知力，我想继续在炎黄这样的大国安稳生存，同时升级农场，几乎不可能，迟早会暴露。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最后一个，我要和那个炎黄人谈一谈。甘地，有什么事？问吧，我的能力对进化者时效会变动，尽快。睡吧。同时释放，这个人很强。原来是这样啊，我都想起来了。家不在了，我也无处可去，我什么都没有了。阿丽亚，在这等我回来。与其像一个被操控的人偶一样活着，就让我带着这罪恶的业进入轮回吧。头好痛，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你们也晕倒在这儿？我们怎么会躺在这里？山哥，发生什么了？奇怪，出实验室后我就都没印象了。这是解除炸弹的钥匙，该得到的消息我已经得到了。等我走后，会把钥匙随机扔在实验室的一处，你自己去找吧。你不用这么防备我，只要你按约定放人，我不会对你动手的。我的目的只是想和我心爱的人好好的一起生活下去，其他的我都没所谓。心爱的人吗？我看那姑娘的反应好像和你不熟啊。本来还考虑过拉她入伙的，但是观察下来，用能力控制别人的感情和思想什么的，真吓人啊！偏执狂可是很恐怖的。算了算了，你好像对我很有偏见的样子。没有，真受不了。话说，一段记忆平白无故消失了，那个人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吗？啊，那个呀，基本不会。你很自信啊。以我对1阶进化者的了解，这个类型的进化者大多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另外，那个楼段的监控也被我覆盖修改了，没有证据，他怀疑也没用。1阶进化者是说反祖型进化者吧？虽然叫法不同，但总结的倒是挺准确的。准备。慢慢找吧，我得先回去准备准备了。在陈宇航嘴里得到的消息，足以让我改变接下来的计划了。
军方和保护伞公司都在铺量生产进化者，以进化者的感知力，农场迟早是藏不住了。真要被盯上，我方不管是人数还是装备储量，都处于劣势。我可不想被抓进实验室，被当成小白鼠研究。阿丽亚，拿到了！阿丽亚，我回来了！你别怕，我马上就能解开炸药了。阿丽亚，难道？不要！不！要杀了他，都是他的错！不管你躲去哪儿，都要杀了你！李天然认证通过，欢迎回家。大哥，你回来啦！大家都过来一下，我有重要的事宣布。事情就是这样。老板，我们真的要离开南城吗？一定要走。一是农场在内陆太容易暴露了，二是南城没有我们未来需要的大量资源。走出去虽然有危险，但同样也有庞大的机遇。您的目标是什么地方？这里，狂溪岛。35小时之后，农场积分将会达到2000万，庇护所完成升级，我们就带着庇护所一起离开南城。还有异议吗？大哥去哪儿我去哪儿。老板，我跟着你。我也是。好，那么向新的据点进发。